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今天我们来聊聊稳定币。过去5年呢，稳定币快速崛起，那它到底有何神通？它会强化美元霸权还是削弱美元霸权？它会建立什么样的货币新秩序？它会给比特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稳定币是货币界的一个新生物种，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一次头脑风暴，想象一下它可能的未来。我们知道比特币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不依托于银行体系的可以全球化无障碍实现点对点转让，而且总量已经写死的可以用于支付的这么一种电子载体。那上集影片里我详细解释了比特币为什么无法取代现有的纸币体系成为通用的支付货币。那原因就是它的一个命门，数量已经写死。可是受到比特币的启发，那人类呢又紧接着发明了稳定币。稳定币在加密属性上与比特币比较类似也是一种不可篡改可以全球范围内实现点对点转让的电子载体。但它与比特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数量没有写死。那至少目前它是完全与美元绑定的。这里我加了一个至少目前。难道说以后它可以脱离美元数量吗？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当下的认知误区了。人们都以为稳定币就是美元的数字化身嘛，就是数字版美元嘛。那这么想呢就太草率了。那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到后面就明白了。在当下这个阶段稳定币确实它就是美元的数字化身1元稳定币对应1美元。那不同之处呢就在于稳定币它可以摆脱这个庞大的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点对点的实现瞬间转账，比美元更快捷。那要注意稳定币的支付效率它可是比比特币要强很多倍的。比特币它的支付通常需要几十分钟但是呢稳定币它可以实现秒到账。那为啥呢？就是因为稳定币是大家真正在使用用来交易支付的工具，那它就得快呀。那如果像比特币那样完全去中心化，那么它的这个结算效率速度就太低了，大家也无法接受。所以稳定币呢它实际上是在特定的链上交易的，速度更快。目前2家最大的稳定币发行机构一个是 Tether 它发行 USDT 另一个叫 Circle 它发行 USDC。他们都是收到人们的美元，然后呢把这个对应数量的稳定币交给人们，人们就可以用这个稳定币去做交易支付。那 Tether 和 Circle 呢，它会把收集到的美元拿去投资于一些收益性的资产。那 Tether 它早期的这个路子比较野，投资对象呢就包括了风险很大的比特币。那这就意味着，那一旦 Tether 的这个投资的资产你出现剧烈波动，你会引起市场恐慌那大家手里的这个 USDT 你就担心会换不回来相应数量的美元那它就有可能要大跌。那目前呢 Tether 和 Circle 基本上把所有的钱都投资于这个安全性很强的美国短期国债。那稳定币的交易量看数字的话，现在已经大到超乎普通人的想象了。那有数据说这个稳定币2024年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20多万亿，它已经超过了世界第一结算霸主 Visa。那这个数字是不是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也别被这个数字给吓着了。这其中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币圈的交易，就是大家买卖比特币狗狗币等等这些加密货币都在用这个稳定币来交易。而实体经济它的贸易结算在这里面占比非常小。那按照 Visa 发布的数据目前每个月 retail 级别的这个交易额使用稳定币也就不到100亿美元。那这里的 retail 级别它不是说零售是说小额交易。那它更有可能呢是日常这个实体经济在使用的。那这就很小了，你还不到 Visa 结算量的1%呢。但是呢也必须看到
稳定币的发展啊，最近这些年是突飞猛进，速度非常快，而它的这个货币特性又酝酿着巨大的想象空间。那鉴于这个快速发展，各国都已经开始把这个稳定币纳入监管啊。但是目前呢，各国政府对稳定币的态度啊，都是普遍偏谨慎的，它还都处在起步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美国允许发行稳定币，但是必须是美元和稳定币1:1全额储备，就是说有$1你只能发$1稳定币，而且要求你这个发币筹集来的这个美元储备，你只能去买美国90天以下的国库券，或者你持有现金，别的投资啊不允许。这个监管原则啊，实际上是大大限制了 Circle 这类稳定币发行机构的角色和职能，限制了稳定币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老管看来啊，目前这个监管框架很可能只是一个起步阶段的临时性的框架，未来它有很大概率是要随着稳定币的发展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为什么呢？你听到后面就知道了。稳定币看起来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是呢，稳定币它的逻辑实际上在历史上已经重演过不止一次了。我们一起看一下过往发生的那些类似于稳定币的故事，那我们就能很好的理解今天的稳定币。那上集影片里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中国宋代张三钱铺他如何发明了纸币。那个故事它就揭示了纸币的全部奥秘。那实际上那个故事里面也蕴含着稳定币的逻辑。怎么说呢？你张三吸收了别人的铁钱存款呀，然后1:1开出了一张票据，就是交子。那这张交子就被存铁钱的人拿出去买东西做交易去了。你看，这个交子本质上就是铁钱的稳定币。所以啊，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稳定币的。但是遗憾的是呢，宋朝的政府啊，很快发现，发行交子这个东西很好啊，他就把它收归国有了。政府就开始发行纸币，当时叫惠子。那结果很快就把这个东西给玩烂了，那就是为了打仗啊，筹钱呀，滥发惠子货币啊，结果通货膨胀，这个惠子啊，最后就衰落下去了。那到了清朝呢，其实中国又再次自主发明了清朝版的稳定币，那就是闻名天下的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啊，是民间大商人他搞的远程汇兑结算系统。比如你在江南做生意赚了钱，你想把钱运回山西啊，可那都是铜钱啊，数量太大，长途跋涉，你很不安全。那么山西商人呢，就瞄准这个痛点，发明了汇票。你把你的铜钱存到我在江南的票号里，我有重兵把守啊，很安全。那我给你开一张汇票，实际上就是一张存款凭证。你拿着这张汇票啊，你到山西，你可以从我在山西的分号里提取铜钱，你这就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啊，那提高了结算效率啊。这个汇票啊广受欢迎，后来啊，人们不仅用这个汇票来汇款，还用它来买卖，它其实就变成了替代铜钱在实际交易当中流通的货币。你看这个汇票是不是也是一种稳定币啊？你看啊，这个中国人的创造力啊，是不是真的很强啊？是的。那其实世界各国的人创造力都一样强。山西票号啊，后来在现代银行体系的冲击下，拒绝进一步提高啊，拒绝进一步的改进，最后呢就被彻底取代，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那美国1860年代以前，它的发纸币的故事更能够用来说明今天的这个稳定币的演化。1860年的美国那是金本位货币制度啊，就是用黄金做货币，但是呢，你同时有纸币在流通。那这些纸币是怎么出现的呢？是银行发行的。那银行比如吸收了10万盎司的黄金，那它就对应的开出来10万存款凭证啊，那这就叫银行券。存款人呢，你就可以拿着这个银行券去买东西，所以这个银行券实际上它就是纸币了。那它实际上也是这个黄金对应的稳定币。
那最开始这些纸币的发行啊，跟黄金是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就跟今天这个稳定币要求跟美元一一对应是一样的。但是呢，后来这个一一对应就不可避免的被打破了。为什么被打破啊？很多人说那是人们利欲熏心滥发纸币造成的啊，这个是错误的。就算人们不滥发纸币啊，纸币的发行量它也一定会超过对应的黄金。那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发放贷款上。你想啊，你刚才那个银行吸出了10万盎司的黄金，发了10万纸币出去，是不是？那现在如果你去银行借款呢，比方说我要借款1万，那银行就给你开1万的银行券，你就拿着这1万的银行券出去买东西去了。那这里多出来的这1万银行券，它不就是超过了你持有的黄金储备了吗？那你只要银行发贷款，它就必然要创造出更多的纸币，比黄金要多。那这里我们大家深入思考一下啊，你看这1万的银行券是谁发行的？你说是银行啊，没错，但是本质上它是你这个借款人发行的，是你把自己的信用抵押上，把自己的信用换成了这1万银行券，你现在拿去用，将来你要把它还上1万盎司的黄金。那所以说呢，你表面上看这银行发纸币，但实质上它是你用你的信用借银行的手发出来的，这才叫信用货币呀。你不是用黄金储备，是用你的信用来储备的。那当时美国啊，一共有1600家银行，每家都在发行自己的纸币。当然这里头鱼龙混杂呀，有相当数量的骗子啊，趁机凭空发币骗钱。比方说啊，当时有一些这个骗子啊，他就跑到深山老林啊，跑到荒无人烟，那只有野猫出没的那些山地啊、沼泽地里，去虚假注资啊，开一家银行，然后他就开始大量滥发纸币，发了币啊，拿着这个币去买东西，那别人用实物商品交换了他这些废纸币，然后他转头就关门跑路了。那他为什么跑山里或者沼泽地里去注册银行啊？因为那里山高路远啊，地处偏僻，你拿着他的币的人啊，你不会跑去提现，太费劲了，那方便他多行骗一段时间。所以这些银行呢，就被称作是叫野猫银行。你看他们跟今天动不动就发币来收割韭菜的这些做法，是不是有点类似啊？那么当时这1600家银行总计发行了8000多种不同样式、不同面额的纸币。那其中啊，据说还有几千种这个骗子币啊，就是野猫银行的纸币在流通。那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你拿着一张纸币去一家店里买衣服，老板立刻掏出来一大厚本纸币查询字典，查找你这张纸币啊是哪家银行发的，它到底靠谱不靠谱，然后才敢决定到底收还是不收。他还得去仔细验对你这个纸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说这个交易效率得有多低呀？那你再想一想，各种货币之间它要兑换的话，是不是更复杂呀？那相当于有无数种汇率比价呀，这个交易效率实在太低了。那这个混乱局面呢，就持续了好多年。最后呢，美国就搞国家银行法，要求所有银行都必须经过国家严格的审核啊，注册成国家银行的会员，然后发行统一样式的纸币。那再后来呢，就是到1913年，美国搞了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统一货币发行。注意啊，这里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认识误区啊，以为这是取消私人发行货币，由政府统一发行了。这个认知是错的。美联储这个框架下，这个所谓的统一货币发行，意思是货币的式样是统一的，格式是一致的。但是呢，货币发行本身其实还是掌握在各家银行自己手里的。你开银行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缴纳多少资本金，满足监管规定，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那你发放多少贷款，也就是发行多少货币，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啊。那将来出了问题也要你来背呀。只不过是说呢，美联储可以在紧急状态下提供救助。美联储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所有银行组成的联盟或者协会，它共同决定货币发行的条件，就是利率，然后共同的应对风险冲击。这个跟中国的银行制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中国的银行呢，你全是国家所有的，都是政府操控的，而中央银行也是政府的，那它是真的消灭了私人发行货币，那完全由政府掌控。当然，中国也有极少的几家私营银行啊，他们可以说是早些年改革开放结下的硕果。那要是放在今天，估计一家都批不了。那今天的稳定币跟过去本质上是一样的。那过去纸币比黄金结算更便捷所以出现了以黄金做储备发行的纸币。那今天呢，是加密货币比纸币结算更便捷高效，所以出现了以纸币为储备发行的加密货币，也就是稳定币。那机制和逻辑都是一样的。比如 Circle， 它吸收了居民100万美元的存款，对应发出去100万美元的稳定币。居民拿着这100万美元稳定币，他就去买东西去了，而那100万美元现金存在 Circle 手里，对不对？你看是不是跟刚才讲的完全一样啊？你说不一样老管，过去发行纸币那还可以通过贷款来派生那今天稳定币不允许贷款呀。你别急我们继续往下分析，该来的都会来。没错，按照今天的监管规定，Tether、Circle 这样的稳定币发行机构它不是银行，它只是一家机械的发行稳定币的平台，货币派生功能被严重的阉割，它实际上有点相当于山西票号，不允许你自由发放贷款，只允许你兑换稳定币用于交易结算。但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不会这样结束的。因为所有市场自发的合理的经济需求都不会被政府的行政命令而禁绝，尤其是那些在创新领域的新出现的明显能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蓬勃增长的那种需求，政府就算全力封堵禁绝，最终它的发展也会冲破樊笼。你看现在的监管要求 Circle只能把吸出来的美元持有现金，或者拿去买3个月期限的国债。那监管为什么这样做是觉得第一，我看不清你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第二那在看不清的情况下，我要先尽量防止发生大的风险。Circle 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把钱吸收起来，然后把钱给乱投资，给亏光了。那如果老百姓听到消息，那蜂拥来这里把你发行的稳定币兑换美元可是你的美元它不是已经亏光了吗？你没权兑付，那你就只能破产跑路了，而储户呢就要白白遭受巨大损失。这在传统银行历史上发生简直太多了，而在稳定币时代这种挤兑会来得更快、更猛烈、更加迅雷不及掩耳。为啥呢？因为传统银行如果发生严重亏损，老百姓来挤兑，它是经过口口相传听说这个事情不好都赶紧去银行排队取钱这都需要时间你短也要好几天长可能是几个星期。但是呢，在网络世界，这个信息传递是即时的，挤兑也是不需要排队的，动动手指就立刻发了指令去你 Circle 那里取钱了。所以 Circle 要是遭遇挤兑可能几分钟之内它就停摆了。所以呢，为了避免这种重大风险，监管上先树篱笆保证安全，那这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你允许 Circle 可以把钱投资给美国国债，就意味着你已经开了一个 Circle 可以发贷款的小口子。什么意思你想想 ，Circle 拿着钱去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那不就是把自己手里的美元贷款给政府吗？只不过你政府是信用等级比较高的借款人而已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监管限制实际上不是不允许 Circle 发放贷款，而是只允许 Circle 把这个贷款发给最高等级的借款人。那这其实是不放心你的风险控制能力你还没有建立起来信用。那前面我说了，银行只要发贷款就会创造货币供应的。那 Circle 买国债创造货币吗？一样创造。你看Circle 吸收了100万美元存款，给了储户100万稳定币吧。那储户拿着这100万稳定币去买卖东西去了。那在这个环节
社会的货币供应还没有变化，因为你100万美元给储备起来了，同时呢多了100万的稳定币在流通。但是当 Circle 把这储备的100万美元交给美国财政部的时候，那财政部是不是就可以拿着这100万去买东西了？那你看这100万美元是不是又跑出来变成货币供应了？那一开始的100万现在变成了200万货币，哎，你看 Circle 它已经在创造货币了。那你说要是一直这样监管 Circle 也就这样了呀，也不会变成银行呀。没错，但是稳定币它会在边缘角落里不断创新，最后它会逼着你放松监管，让 Circle 变成一家真正的数字银行。为什么呢？你看啊，你限制 Circle， 但是你无法限制很多不受你监管的创新机构它继续往前冲。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一些机构它吸收 Circle 发行的稳定币做存款，然后去发放贷款。比如 Aave 它就是在链上在网络空间里的一个借贷中介机构，你把你从 Circle 那里兑换来的稳定币存进这个 Aave， 那他就给别人去发贷款。借款人呢通常是持有某种加密货币他舍不得卖他觉得这个加密货币会涨嘛，所以他就拿来做抵押，然后拿走了这个稳定币的贷款去花。那么这个 Aave 在你存入稳定币的时候还会给你开一个存款凭证，那这个存款凭证呢慢慢的大家觉得比较可靠了，也会把它当成钱去花呀。那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了吧，这个存款凭证是不是稳定币的稳定币？哎呀，你看呀，这就是正规银行之外的影子银行了。那你不让正规机构干，那这影子机构就会去干。所以监管上禁止 Circle 这样的稳定币发行机构去发行贷款，我推测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框架，长期看大概率你还得进一步放开。那么如果允许 Circle 发贷款，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来头脑风暴一下。 Circle 吸收100万美元存款，发行100万的稳定币，然后他可以把手里的100万美元存款就往外贷款呀，又创造100万的稳定币给借款人。那 Circle 手里是不是原来那100万美元的储备现在对应着发出来200万美元的稳定币了？这就是在货币创造啊。这个过程是不是与北宋那个张三钱铺发交子，美国1860年代银行发银行券是一样的？是的呀，这就是银行嘛，你变成加密货币形式的银行，它也还是银行的那套运行规律呀。那么要是 Circle 变身数字银行了，其实就意味着整个的传统银行体系的业务形态要发生巨变。那可能大家都不得不发行各自的稳定币，那就像1860年代各家银行以自己的黄金储备发行自己的银行券一样。那么以后大家到银行存款，既可以是美元存款，也可以换成稳定币，而对应的美元储备还在银行手里。那银行可以把这些美元储备发放美元贷款，也可以用它做储备来发放稳定币贷款。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不乱糟糟的吗？其实也没啥乱，这就是银行的规律。那这里最大的变革可能就是支付系统。传统法币支付依托的是银行体系的这个结算系统，而稳定币呢，它不依赖这个，它会在每个人的电子钱包里点对点的跑来跑去。那么银行它势必就要丢失一大块业务，就是汇兑手续费而依赖于法币结算业务的 Visa、Mastercard 这样的结算巨头，恐怕就会遭遇巨大的挑战。那现在大家还没几个人愿意去用稳定币来支付结算因为大家不熟悉觉得操作起来很麻烦。但是保不齐哪一天有一家机构它开发出来一个超级钱包，能够让大家比刷卡还便利的使用稳定币。那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Visa 它曾经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家公司股票，我也在上面赚过不错的收益。但是现在我感觉看不清未来这个支付系统到底会怎么变化了，它的业务到底会不会受到巨大的冲击。那现在看亚马逊、沃尔玛也宣称正在探索推出自己的这个稳定币，
那这些公司是非常有动力去搞自己的稳定币的，因为他们每年给 Visa 支付的巨额结算费用啊，亚马逊每年要支付50亿美元啊，所以啊，他们是十分有动力啊去开发迭代新的更好更便宜的支付方式的。支付巨头 PayPal 它已经推出来自己的稳定币了，它就是要瞄准结算这个业务。那未来这一块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只能边走边看。目前看，稳定币会强化美元在世界范围的接受程度。为什么呢？以前没有稳定币，你要用美元，你必须得借助比较自由的这个银行结算体系才行。如果你所在的国家银行结算非常封闭不开放啊，对货币兑换限制非常严格，那么你就没法使用美元。比如你到朝鲜，你就没法得到美元啊。你在中国，你想获得美元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呀。但是在稳定币时代，这个由银行竖起来的高墙有些松动了，至少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比如以前你买东西给持有美元的外国人，他支付你美元，你没有办法持有或者使用啊，因为银行会监控你的美元，限制你的使用啊。但是现在不同了，对方可以直接给你支付美元稳定币，这个稳定币就是你自己的私人电子钱包里啊，天王老子也管不着，也动不了你的稳定币。你想用这个稳定币去买东西，你就可以去自由买卖。这对很多本国通胀盛行、本币很不靠谱的国家的居民来说，这简直就是福音啊！比如一些非洲国家、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呢都深受通胀之苦。那如果他使用了稳定币，他就可以避免被盘剥。那再比如说资本流通被严格限制的地方，那使用稳定币呢也更加自由。那尤其是对于一些小国经济体，假如它又是出口型的经济体，那么他们很可能甚至完全实现美元化，这对他们是一大好事。因为原来这些国家它的货币政策瞎搞啊，现在由美国统一制定货币政策，那币值稳定了，这非常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那即使你不能完全美元化，比方说像阿根廷那样，但是你有一部分美元稳定币在你本国流通，也会制约你本国货币政策乱来。那对这些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那这个局面对美国对美元会有何影响啊？我觉得影响是让美元越来越变成世界公认的货币了，那越来越被人们接受了。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它的决策影响的人口就不单是美国人了，而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这对美国本身来讲呢，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坏处，反而美元货币流通的这个经济体变得更巨大了，那它能够更加的促进这整个经济体系的繁荣。当然欧元、日元这些货币也会有稳定币，他们也会被一些人接受，但是由于欧元经济、日元经济它的这个进口量远不及美国经济，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就比美国要差远了。但是你保不齐哪一天欧元这个经济体变得更大了，欧元区内部不发达国家也快速发展起来了，也变成发达国家了，那么欧元经济的进口量也会大增。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欧元稳定币也会占有更大的地位。那么人民币呢，中国这个时候态度很明确禁止稳定币。那为什么禁止稳定币？我觉得主要呢可能是认知问题，还有这个体制问题。那中国总觉得资本自由流动是坏事，那会让中国不得不放弃货币主权。那似乎这样的话呢，中国可能就会沦为欧美国家的金融殖民地，那国家就不行了。那这个看法其实是非常荒谬无厘头的那这里不展开讨论了。当然也有人说实行资本管制是害怕一旦自由化会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猜测也很有道理但是呢，规模到底是多大也没人说得清。反正不管怎么样，中国不允许人民币稳定币的存在，那么这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将在这次货币创新当中再次落后。那中国呢也会失去借助稳定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宝贵机会。那比特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我上集影片解释过我的看法比特币因为它的数量被写死，它不可能成为交易货币，它只能成为人们对法币币值
产生贬值恐慌时的心理寄托。而这种心理寄托早就有一个了，那就是黄金啊。黄金和比特币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互相替代的竞争品。那比特币比黄金的优势就是它交易更快捷，但这一点它已经被稳定币超越了。它唯一吸引人的也就是它的数量被写死这一点了。那作为一种情绪的投射载体，那比特币的价格就很难预测了，因为人类社会的这个群体情绪是非常难以预测的。那这里面除了对法币的这种恐慌情绪，对于比特币来说还夹杂着一种情绪，那就是追捧新事物的这种大众情绪。那在它诞生的早期阶段，会不断的有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它呀，那购买它呀，那所以它的价格就自然会疯狂的暴涨。但是呢，等到有一天所有人都知道了比特币，大家都熟悉它了，没有以前那种新人源源不断的涌入的状态了，那么它的暴涨可能就会结束了，甚至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恢复。所以比特币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预测的。那对于广大追求稳健收益的普通大众来说，我不觉得比特币和黄金是个很合适的投资品。当然屏幕面前肯定有比特币黄金的这个爱好者，那大家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也不需要争论，那喜欢的就下注就好了。那今天关于稳定币的讨论主要是头脑风暴性的对未来的探讨主要是推理和想象，未来具体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那让我们一起保持理性，观察未来。朋友们，下期再见。